我看到这些店屋，就是感觉到好像家的感觉。店屋还是很多用途的，所以我觉得能保留的，我们尽量保留。住在店屋，我觉得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Shophouse has on me a very good appeal. I fall in love with the structure. 在如切，古老建筑和多元文化交织，成就了国家文物局第一个文化遗产新起点。So Peranakan is a word you're going to hear a lot on today's tour, and it's a word that also means many different things to many different people. Gatong Dreaming 是一个2022年的一个 COVID 的一个计划来的，用 Gatong Juche 作为我们的背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很少人会用艺术去呈现这个地区。Island stories always begin with the sea. 兼具导游、音乐创作人和歌手身份的陈希元，带领人们穿街走巷，融合歌舞表演，认识如切。 Worlds and grains of sand sifting by the sea. 我们是选一些很漂亮的地方作为我们的舞台。这些店屋呢，含有很多多元文化的一些细节，可以从他们的外观发现到一个很中西拼筹的一个情况。 Pintu pagar, come inside, love, and sit down for a while. 在昆山路，我们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店屋。 我们的舞者呢，会用他的舞蹈的一些技巧跟我们的环境互动。他会爬墙啦，他会往里面看啦，他会敲门啦，这些东西就是代表他跟这个环境真正的一些关系。 陈世强是《家东之梦》表演的筹办人。我希望呢，他们能了解到如切区有不同的体验的方式，继续在这个地区呢走动、探讨、享受我们这里的文化。世强22年前来到如切，在店屋里开启了背包旅社。 牵起了自己和外国游客以及如切的缘分。这一栋店屋呢，其实是2个店屋，是父亲在1996、1997年买的。在之前呢，那店屋的用途一边是一个住家，另外一边呢是一个电单车的一个维修店。 世强研究店屋的历史，查询到这2间店屋建于1917年，融合了土生华人花草装饰和希腊式的柱体装饰，这是第2过渡期店屋风格。新加坡的受保留店屋建于1840年至1960年，分为6种店屋风格，分为早期、第1过渡期、晚期。 第2过渡期，装饰艺术和现代店屋风格。如切在受保留建筑指导原则下，属于2级保护区，
后方的部分允许改建增高。市墙接手后，也重建了后栋屋舍，得以接待更多背包客入住。槟榔和宿舍能住上50个人，分成4个不同楼，6个房间。然后在1997到2002年的时候，在做翻新的时候呢，后巷的建筑物呢就建高成4层楼。你从楼梯走上来的时候，感觉不到这是不同的建筑物。为了要符合 URA 的 regulations， 虽然是新的建筑物，可是也是要建同样的 casement window 和百叶窗。22年来，市墙的店屋接待了超过20万名旅客，带他们领略如切的文化以及受保留店屋之美。The hostel is just here at H2, very easy,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action. In the middle section, 我们当然营业了这么久，有些住客之后变成了好朋友，然后他们也是很渴望回来新加坡来这里旅游。其实，在疫情之前，新加坡有多过100所背包旅店，可是我觉得呢，如切区的文化、建筑、食物、不同的景观，我觉得很特殊。如切地区的名字得自于富商周如切，他在1910年代将自己的地段让给政府开辟道路。19世纪时，如切原本是椰子种植园，进入20世纪初，市区人口过度拥挤，居民开始向外迁移，使得如切逐渐发展为郊区住宅区。能拥有一间100年店屋，或许是黄天传和杨启妹夫妇从没想过的。他们3年前来到如切看房，一眼就喜欢上这里。我进来的时候觉得，其实因为有了这个天井，就很容易把那个外面的光线就带进屋子里。它的结构呢都很四方形，就很舒服。天传从前任屋主得知，2008年发展商将整排店屋买下，整体翻新成一致的外观和内部格局。这是典型土生华人样式的晚期店屋风格，装饰融合了欧风的花环和中式的花朵图案。以前这居住的时候呢，如果把窗口给关了，那个空气窗他们就会把那个气流给带进屋子里面。可是现代化呢，我们现在把那个玻璃让它给封了，那个冷气就出不去，可是那个光线就能把它带进来。这个屋子它也是有保留了一些结构，它的天井啊还是依然的是开着的。把办公室放在天井旁边，做工会比较舒服一点，就不用开灯，然后有自然光的工作是很舒服的。不只是光线，而且把自然的气流可以带进来，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把那个冷气开着，这可以省电的。天传和启妹的店屋完整保留天井，在寸土寸金、讲究空间利用的新加坡，算得上是一种奢侈。这个天井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私人的室外空间。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烤肉啊，或者聚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室外带入室内，不需要再出去其他地方。虽然把它留住它的原装呢，一些生活的这些位置呢，可能少了一些，可是可以把那个公园带入室内的话呢，也是一种享受。居住在电屋，也开启了夫妻俩研究电屋的兴趣。我们买了很多电屋之类的书本，有去到很多不同国外的地方，也是了解一下他们国外的不同的电屋的风格。马六甲和槟城、普吉岛虽然是泰国，我猜想是因为它也是有很多华人居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它的影响也跟新加坡的电屋差不多一样的。去了台北也发现台北也有它的电屋，而且它的格式是不一样的，比较日本化或者比较 Art Deco 的。对我们来讲，旅游就是要了解一下当地居民怎么居住啊，他们怎么把他们古老的电屋现代化，因为其实我们就住在一个现代化的电屋，古老电屋。这个餐馆元和村是我爷爷从1953年立足的。我爷爷是从海南岛来的，他10多岁就跟2个人做工，他学会了呢，他就自己开那个餐馆。叶俊凤是娘惹餐厅的第3代老板，从出生、成长到工作都在如切，对这里有满满的回忆。俊凤的爷爷在2战后租下了如切路185号一家咖啡店内的小摊位，售卖娘惹菜。娘惹社群有任何红白事，也会请爷爷上门烹饪。在娘惹的长桌宴上，他从早到晚烹制佳肴，供应轮番上桌的宾客。我从小是在185A 楼上长大的，那时候楼上住了很多人，有我8个阿姨，还有3个叔叔，还有加我爷爷奶奶。它的外观有很多艺术，那个建筑的立面还是保存着，只是以前真的很旧、肮脏，不漂亮。俊凤出生成长的店屋精美大气，如今成为如切的地标之一。建于1928年，是典型的晚期店屋风格，外观中西合璧，具有欧洲巴洛克建筑的华丽，又融入了中国建筑特色的山墙。后栋建筑和如切路上多数店屋一样，已被拆除重建。以前在这个后巷这边下来呢，有一个旋转的楼梯，又脏又窄，又暗又黑。那我小的时候真的很怕下来，因为太暗了。可是为了要做大号呢，都是要下来这边。然后每天早上还是下午呢，就有人呢会把那个肮脏的马桶拿走。爷爷做生意小有积蓄之后，在1953年正式为餐馆注册执照，并且搬到了对面的如切路214号。在17岁的时候，读完中四后，爸爸就觉得我应该回来打理这个餐馆。完全接手是20多岁的时候，学习了很多，也给2个人教训了很多，然后我可以自己立足了管这个餐馆。2009年，餐馆再度搬迁到如切坊38号，营业了10多年。兜兜转转，
俊凤始终放不下如切。感情啊，我好像离不开如切这一代。我一生人在这边，我现在都老了，就是很难离开这个地方。I'm Italian, exactly. I'm from Sicily. I'm living in Singapore since 2018. My name is Azzurra, means light blue in English. So this is my shop house. You can see all the tiles with the roses. And then this color combination that is in between indigo and the light blue is very beautiful. When it's sunny, you can see the sunlight go through all this glass. And it's very nice because this glass reflecting all the natural light. Azzurra 在2018年相中如切的店屋，为网上的复古服饰生意开设实体店铺。I collect clothes from the 60s till the 2000s. Because are more colorful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lothes are very fun. You need to create the atmosphere. Vintage is also about storytelling. Story that we are telling to our customers. So this is the best location to create a business that tell about the past. 让 Azzurra 一眼认定的蓝色店屋，外观和它的复古服饰一样华丽。1920年代的土生华人喜欢用欧洲花砖装饰墙面，也沿用马来式的屋檐。如切的多元特色和悠闲气息，也造就了一个独有的欧洲人圈子。Welcome.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I need a Christmas outfit. Oh, sure. Yeah. Here, all the neighbors, we are all friends, we know each other. An example can be that during the pandemic, that we cannot travel or whatever. It's not only my shop, my business. It's a place where I receive people and friends and we can talk. This is very nice also, even to have just a walk. You can walk easily in Jichat and discover little gems, little shops, because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shop house, of course. 在疫情过后，越来越多时尚潮流小店、餐馆和咖啡馆落脚在如切。然而，10多20年前，如切曾经给人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印象。当时就有居民和店家发起拯救如切行动小组，试图改变这一形象。这组织呢是从2004年开始，亚洲经济大海啸之后，这个地区呢很多的店租不出去，好多酒吧、按摩店开始经营，产生了这个社会的问题。然后街坊呢觉得他们的住家、他们的环境受到污染，然后觉得他们住在这里不安全、不开心。基于保护社区的理念，世强也为自家的店屋慎选租客。当他得知元和春餐馆苦于不断搬迁，便把楼下店铺租给了俊凤。白鲳鱼，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嘛，因为多尼是一个很讲究文化的人，他很喜欢两耳的东西。
一路来我还是喜欢在这个老区这边，那店屋有很多那种 Peranakan 的 architecture 如果你去 shopping center 开的话，就没有那种感觉了。Perched above the doorway, though, you will find Lord Vinayagar. You might more commonly. 那在嘎东竹雀这个地区呢，我们觉得，这些地方、这些背景都含有这个多元文化的故事。我们去传达这个内容，如果对观众有影响，那是一件好事。其实挺有趣的，因为从这个表演啊、唱歌啊各方面呢，可以认识到如切多一些人物啊、历史的一些故事。我觉得玷污还是很多用途的，很多青年业者呢，他们也是很向往能在这个玷污开创他们的事业。我们新加坡也剩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能保留的，我们尽量保留。